嘿，大家伙儿早喽！11月14号星期四了，今天开始大幅减量。我现在准备停表了，往家走。停表，已经停了表。今天就是出来热个身，但是今天还会发节目，因为今天有从国内来的亲人来玩，要待10天的样子。所以从今天开始就是马拉松加招待家里人，所以明天可能会比较紧张，明天就不更新了，明天正好就休息一天。明天下午神户马拉松的博览会一开门我就去，趁早去完还得赶回大阪。然后周六会有一个轻松跑在大阪城，但是我估计国内来的小伙伴或者其他地方来跑神户马拉松的小伙伴们应该直接会住在神户，不会住在大阪，周日早晨去神户的，所以我们周六应该不太可能偶遇了。那今天咱们还是回评论，又准备了小条，那我换个视角啊，咱们看看街景。你们看大阪这边现在好多这种不太大的小酒店，干净新整齐。像住这种酒店和 B&B 来比较大的差别就是酒店会比较小。看这是未来想象的样子，就是现在这儿想象的样子。看没，这儿刚盖好的一栋高楼住宅，这个可能是只租不卖的那种。然后咱们开始回评论，今天会主要聊2个小伙伴的评论。前面先穿插几个简短的，好吗？我今天带了手机，会认真的读一下。第一位小伙伴说，就是一系列这些都是关于比赛的，我们就一起说啊。首先说那种止鼾贴，所谓止鼾贴就鼻炎也贴那种，就贴在鼻子上，把这鼻腔给架起来那种。那种他说他跑到30公里的时候呢，鼻子会开始不通气，这东西有没有用？我的判断是有用，但是我没在比赛中用过。为什么没在比赛中用过呢？因为大阪马拉松和那个佐里间湖的100公里我都给忘了，其实我准备用来着，但是我给忘了，这就是原因。所以这次我可能准备会用，但是也不能很确定，因为紧接着下一个问题就是有国内来跑神户的小伙伴问说，神户周日看天气预报有没有可能下雨，温度怎么样？他看到了有可能下雨。我刚才又看了一下，周日的天气非常的不太适合您来冲击巨好的成绩。为什么呢？因为周日的气温是16到22摄氏度，降水概率65%。就算不下雨的话，湿度会比较高。然后16到22摄氏度这个概念就是9点起跑的时候气温已经18摄氏度了。这个温度，你要是南方来的小伙伴可能还好，北方来的小伙伴可能不行。然后紧接着就是关于赛道和气温还有风，这是昨天从大河原先生那儿得来的消息。我简单昨天说了一下，就是起跑的时候是逆风，但是呢，因为神户是一个完全的180度的折返，几乎是完全的，所以回来的时候顺风的路段会比较多。但是呢，因为整整一来一回是不够42.195公里的，所以在回程路上会有一些180度的折返去凑距离。在那些地方呢可能会有海风，这也是昨天获得的经验。同时呢，这些小折返的地方呢，可能会有一些上下的起伏。那我的建议就是穿夏天的竞速装备，然后穿一双不会太吸水的鞋。防不防滑我觉得不重要，因为没有很大的那种很陡的上下坡，也没有很陡的弯，180度的折返，大家想跑快其实到后半程也不容易了。另外就是臂套，我的建议是要带就带薄的，要不就不带。如果您一定要在臂套放能量胶，那就带。我还是建议带一个薄的。这是我的经验，完全不需要戴手套。可以考虑戴一个有前沿的帽子。至于那个
止鼾贴或者鼻炎那种贴，还有法疼贴，我这次应该都会尝试。这是一次突破自己的比赛，要尝试一下。我说那突破不是指成绩上，是这几天跟大家分享的心得，这一会儿再说。然后就紧接着就是几位小伙伴，我觉得我想认真聊一聊的评论。跑了7年，终于又 PB 了。这就是因为他觉得，第一还有 PB 的希望，第二是他觉得未来就至少 PB 和马拉松这件事情是有终点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去努力，就像我现在一样。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我想40岁之后就可以进入年龄组的锦标赛，然后40岁之后的年龄组锦标赛的时候呢，再看看能不能跑出年龄组的更好的成绩。就是有的时候的不知不觉的转变，就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的。就比方说昨天我们5个人在一起跑步，我说我们4个都跑神户马拉松，然后后来关了相机以后跟大家聊那个200名号码布的事情。我就说我要努力一下，试试看能不能前200名。因为每届赛会的水平参赛人员都不一样，这一届看起来也还挺厉害的。然后呢，大黑猿先生就说他竞争的就是年龄组的前10名，而对我来说年龄组的前10名是断然不可能的。我们这年龄组的前10名估计得2小时30、2小时32以内可能差不多。所以这就是一个转变。也未来有一天可能如果还有屏幕还有自媒体，我还在拍，可能咱们一起老去的屏幕前的各位还有镜头前的我，也许就从了看比赛的前多少名变成了看年龄组的前多少名，对不对？因为我刚开始跑马拉松的时候，那时候就说北马年龄组前几名前10名可以直通什么的。我说这年龄组前10名年龄大的人好有优势啊。但是不知不觉我估计再过10年，我差不多就能竞争年龄组前10名了。12年吧，10年可能少了点，好吧。然后关于比赛的还有一个就是能量胶比赛中，就我这2天说的关于碳水还有关于脂肪的调动这件事情，是可以靠能量胶来辅助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并不是能量胶那100多千卡能让我们多跑多少，而是说持续的有能量的注入，让你的身体在糖和脂肪的调动过程中更加的平缓，或者能帮你度过那个空窗期。所以能量胶我的建议就是，如果您的马拉松成绩在4个小时以内，想要冲击好成绩，你就可以考虑8公里，每8公里吃1个就 OK 了。这是我的对能量胶的建议。像这个比赛相关的已经没有了，然后分享几位小伙伴的评论。第一位小伙伴说，女性跑者从今年2月开始运动减肥，以前体重挺大的，1.63米，有189斤，这个确实是大体重人群了，很大体重人群了。从2月到9月一直在坚持周末爬山，并且控制饮食，每次山路基本上都有8公里的样子。然后从10月份开始看咱们频道，开始跑步，1个月一周跑3到4次，然后每次的平均配速差不多能有5分50，好了不起。然后跑到现在，说上称体重135，从2月到现在9个月。我说明天的节目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经历。其实减体重这个事儿就是运动加饮食，它的饮食逻辑是不控碳水，但是呢控油。然后好多其他的饮食逻辑，包括我当时减肥的时候的饮食逻辑是控碳水不控油，就是不谋而合，碳水跟油这2个事儿选一个控，你就可以控制好体重。给这位小伙伴点赞。
你们看这家烧肉店，前几天跟大家分享过，8月份的时候不干了，换主了，然后呢，贴了一个9月最强烧肉在这儿开幕，然后呢就到10月没开，然后改成了10月，现在又改成了11月，看11月29日 open 烧肉屋。为什么是29日呢？那天吃烧肉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29日是他们这儿的肉之日，因为29有时候也会读尼库，尼库就是日文的肉，所以到这一天超市里卖肉的柜台品类都特别多，有时候还优惠。行，最后这位观众的评论，我今天特意为他带了手机，因为太长了，我背不下来，也写不下来这么多字。那我就开始念好吗？博哥，你的视频带我第一次跑半马，手半马122，指导我第一次跑全马，手全马242。那时候的我很喜欢你，感觉你的想法和我契合得很好。但我今年很多时候不想看完你的全部的视频了，因为我去年全马后，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反思，我到底为什么在跑步。但其实我自己并没有停下来，甚至我今年的训练更规律，强度更大，配速更快且稳定。今年截至目前，我跑量应该在4500左右，平均配速应该在4分11。但我今年很厌烦比赛，我觉得我跑步好像本也不是为了追求成绩，而且我对跑步这件事足够热爱，热爱到我已经基本没有更多的时间分配给他写的是分配给他了，就是我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分配给跑步了。这个时候的我真的有点害怕看你的视频，因为我知道你比我努力、刻苦且不懈。不懈是不懈努力的那个不懈。但我反过来想，我还能怎样呢？我就是一个一般人呀，我需要工作挣钱，这个是基本盘。我跑到235也仍旧这样啊，我不可能无限的提高跑量、增加强度啊，身体和时间都不允许啊。到这时候我又特别羡慕和佩服你，羡慕你几乎能时间自由，佩服你的意志坚定。恰好这个节点你视频说这个内容，我想跟你说，即便是有执念，也尽量让自己去享受这个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体能下降，恢复时间延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用过分焦虑就好。还有你说到的比赛策略，对我这种参赛不多且不很喜欢参赛的人来说，开头冲到尾就是最佳策略，不崩就 PB。没这个底子的时候，我也不会去比赛。我感觉就算轻松跑40多公里也不可能轻松。对，我感觉就算轻松跑40多公里也不可能轻松。谁要说马拉松是跑着玩去的，我一点都不信。得多喜欢自虐才喜欢这种方式玩啊！继续努力干，加油！继续努力干，加油！你也有心了。我不在节目里提各位的 ID， 我觉得还是不知道，没有请教大家都希不希望公开这些。有心的小伙伴可以在评论里看到很长的一段评论。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真的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达到相同水平、经历相同磨难的人就会有很契合一致的想法，真心话。这位小伙伴每一句都说到我心缝里了，您不需要有那种不敢看的感觉。我也在那次反思过之后，我又在反思我自己。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节目我应该自始至终贯彻的逻辑是不装不假，说真话，说当下的想法。您说的都特别的在我心里。就是我为了跑步的时间自由，其实也是付出了好多其他的东西，包括不限于工作的选择，生活环境的选择。当然为了选择生活环境，你可能势必要在其他地方付出更多。
这些也都是我做的一些妥协。就如您所说，我也不能再给跑步这件事更多了，我做不到了。您说的基本盘我也有，我们每个人都有，因为我也做不到通过跑步赚钱养家，我也做不到靠咱们这个频道赚钱养家，我真的做不到。就现在实事求是的说，你们看在哔哩哔哩这么多的订阅也做不到，很难的。所以我特别理解有些博主真的是要靠跑步和自媒体完全靠这个养家的人的压力和心酸，我能理解的。您说这个基本盘，我觉得我有，您有，屏幕前的绝大多数小伙伴都会有，我特别能理解。我也觉得我们应该跑到这个程度以后，人都是这样，就像我昨天说的一样，你做一件事情，你到摇摆到这个程度，然后你觉得不对，我要收，然后可能矫枉过正，收到这个程度，然后最后它就会变成一条直线，或者一条趋近于直的线。这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不光是跑步，任何事儿都是。我觉得我现在可能是在趋近于直线的过程，或者已经趋近于了直线。您可能领先我一步，更早的看开了这件事情。您真的不需要佩服我，我觉得我的训练没有您刻苦。我可能为什么说我觉得您比我强呢？是您在这个时候就看到了这一点，而我在这几期的会员节目给大家看过前2年的训练记录，就是每一次训练的配速跟距离。在这儿也可以跟大家说，在北京的那2年，我差不多跟您一样，1个月500公里，平均配速都在4分20以内。现在我感觉我没有那个能力了，也没有那个激情了，而我在那个时候觉得我那个能力和激情是无限的，可以一直重复下去的。而您在您的很巅峰的时候看到了这一点，您比我强。小伙伴们，回到家了，相机没电了。我觉得咱们接着刚才那位观众的评论说，我觉得您比我强，您可能要让我说，唯一的就是也许没有很享受到那个进步的那几年，因为您一上来就这么强了，而我其实有幸享受到了那几年。我觉得也就是说我享受了好多年的那种过程，或者说我挣扎了很多年，达到了您现在的能力水准。我就能体会您说的这一大长段的话。所以未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就是就像您说的，那跑步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也不能说努力去训练，就他每天就跟吃饭喝水一样，他就这么干一个事儿，然后时不时的呢参加个比赛。参加比赛为了什么呢？为了不能说是检验训练，而是为了体验一些训练中不能有的东西。比方说有个补水站，然后呢有人给你记成绩，然后有个42公里。因为平常让我们自己去干一个42公里，我觉得不现实。那这个事儿太折磨人了。行吧，那今天就这么多，不知不觉又说了好长时间。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关于这周的直播呢，我明天会给大家一个准确的消息，我会发动态，好吗？那我们下回再见。